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康居别院，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湘西。那今天我们又来山里面为大家分享一些闲置的老房子了。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，是一处水库。这处水库呢，已经建的有差不多50年的时间。今年啊是非常难得一见的天气，干旱了这么久，水库已经完全干枯了。可以看到我脚底下以前是水库，应该是修了水坝之后淹没的一个房屋地基，这底下是一条路，宽约2米左右。在我右手边这边，跟着镜头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以前啊，这一大片都是老屋场，可以看到完全都是石头垒砌的一些矮墙啊，以前在这上面建的都有房屋。那接下来我们往这边看，这座水库啊，建好了之后就一直没有干过，所以今年水库干枯了之后，很多当地的一些朋友啊，都很好奇，来到这边来看。跟着镜头我们来看，这边好像有几座古墓。这边呢，立的有石碑。我从这边看一下，有一座古墓是比较大的，它的周边呢还有3、4座古墓。到底这边埋葬的是哪家人的祖先呢？我们进去看一下啊。那我们镜头可以过来看一下，水库干了之后，当地的一些人可能来到这边祭拜吧，烧的有烧香烧纸的，上面可能碑文上面比较模糊，这些字比较模糊，已经看不清楚了，基本上是看不清楚，但是从这些残垣断壁看得出啊，清朝道光年间的。清朝道光年间是吧？这座古墓啊，其实在古时候，包括它的这个墓碑这一块的雕花、雕纹都是比较讲究的，这些纹路啊依稀可见，包括这个上面的石板，都是我在想，可能在以前都是大户人家才建得了这样的一座古墓。那我们接下来，往无人村的方向走，去看一看那边又有什么样的风景。在水库的上游有一处无人村，住着6户人家。村子还在，但是所有的村民都搬迁出去了。以前水库没有干枯的时候，要从尽头上方有条小路走进无人村，大概需要1个半小时左右。现在我们从库底走的话，路比较直，可能大概30、40分钟可以到达那一处无人村。这边还有一个流传，当年啊，人住在村子里面，要到附近的乡镇集市去买一些新鲜蔬菜水果的话，可能早早天还没亮就开始出发，到集市里面买了肉，买了豆腐，走回家可能人还没走到家里，这些豆腐啊和肉啊可能都发臭了，说明当年在这边生活是非常艰难的。那这边就是我们进村的小路，都已经长满了杂草。其实现在的游客还挺多的。这边的海拔差不多400米左右，到了夏天的时候不会太热。这边目前是没有通电了，因为长时间没人住，所有的电啊可能线路都老化了。那再从这边走上去，都是这个村子的土地，还挺宽的。我们已经来到了无人村，村口的位置有一片空地，我看一下，好像有好几亩地呢。这边有座石桥，走上去石桥去体验一下。以前这个村子啊，据说住着6户人家，都是石头房子。我感觉走进来挺不容易的，整整走了40多分钟。这个村子呢，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啊，有2岔河。
右手边有岔河，左手边还有岔河，从这边汇流而成了一条小溪流。这个村子呢，也因此而得名两岔河村。现在我们走进村子去看一下，可以看到这些石头房子啊，可能建造的时间都比较久了，高约3米左右，上面盖的都是青瓦，也就是我们当地顾名思义的土瓦。这种瓦呢，它比较耐看，而且这样的瓦时间久，经常检修，它不会坏掉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些石头房子都是非常的简陋，没有通过粉刷的。住在里面呢，可能它比较透光。再一个，像这样的房子啊，它可能也比较透风。到了冬天的时候，稍微会有点冷。大哥，你们也过来玩是吧？对，这个村子古色古香啊，挺不错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一栋木质结构的房子，应该来说是石头和木质结构结合的一栋房子。房子不大，开间约3.5米左右，可能进深呢也只5米左右。这是堂屋，堂屋留的有6扇小门，一般呢在这边生活，只要打开中间的2扇小门，进出都是非常的方便。当然，现在也是一座危房了。可以看到，曾经这边是通电的，这边还有电表。可能在这以前啊，在这边生活没有网络，但是这边的水电都还是挺方便的。这座房子啊，我目视一下，估计也是一座上百年左右的建筑了。其实楼层的高度啊，大概也就5米左右。上面呢，这块堂屋的部分还做了一个简单的吊顶，也是用木板隔开的。当然，一般在这边的少数民族家庭呢，2楼是不住人的，就是堆放一些杂物。堂屋的中间呢，要比两边的卧室稍微低30公分左右。旁边的卧室呢，基本上都是一家人的生活区域。这边呢，我们就不进去了，我给大家来说一下，这里面呢有房间，还有火塘，一般一家人呢住着还有吃都在这块区域。一般像这样的房子呢，基本上都是3开间，可能会有3、4个房间左右，一家人生活是完全足够了的。那这边我们发现了一个大石槽，可以看到，这以前可能是这家人啊养猪的，就是山上啊采回来的石头，把它凿开，变成了一个石槽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座院门呢，高度约2米左右。其实，在以前啊，像农村里面有这样的一座单独院门，这家人啊还是比较富有的。我们走进去看一下他们家的院子，看有多宽。目视一下，差不多30来个平方左右。房间呢也都是采用的石块垒砌而建成的。这边的院子呢还有座围墙，高约3米到4米左右，也是土墙结构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座房子啊，说不上3开间的房间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是石墙，那这边也是木质结构的，这边也是厢房，厢房分上下2层结构，上面可能是一个房间，底下也可能是一个猪圈、牛圈之类的。其实这样的房子在大山里面住着是挺舒服的，而且我看了几座房子之后，我觉得整体房子的结构还挺好，可能还有改造的空间。如果这边可以住人的话，我觉得后期在这边生活可能还比较好。这边的老乡虽然搬走了，但是他们一些基本的生活物品还是放在这里的。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桌椅板凳。那这家人也是3开间的房子，在这边有灶台，
4口灶的灶台，还挺大。以前这家人可能人口还比较多。那边留的有扇小窗户，房子内部也都是木质结构的。这边还有耕田机，还有水缸。其实这边是没什么家具的，只是一些简单生活的物品。那这家人以前的装修我感觉也比较好。堂屋的位置基本上都已经装上了吊顶。那这样的房子其实整体结构都还挺好，因为房子好不好，我们只要看它这些立柱啊，到底坏没坏，这些立柱都还挺好的。那我刚才看了一下，整个村子里面有6户人家，基本上房子呢都是坐北朝南，周边的环境还挺好的，而且空地挺多，目视一下有10多亩的那个样子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样的环境怎么样呢？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请关注康居别院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康居别院。今天我们把这栋房子租下来了，是贵州的大哥和大嫂在这边租的房。之前呢，这边是比较偏僻的一个小村子，有10多户人，主人家呢一直都不在家里面，我一直都是委托了当地的一个大叔，他留守在村子里面嘛，就给我看一下这边主人家回来之后告诉我电话。现在房子租下来了之后，我们过去叫大叔，待会儿呢和我们一起来这边吃饭。今天也是我们第一次到这边自己弄饭吃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走过去。整个村子这边有10多户人，因为以前这边是不通公路的，这几年才修通了公路，这边呢才陆陆续续的把这些房子修缮。08年的时候，他们家的也是木房子，当时下雪就压垮了，重新建了个砖房。喂，还有，等会儿和我们吃饭。和你们吃饭？那在这里吃饭，他那个地角那个房子给他租下来了。可以。等下和我们吃饭，我们在煮饭哦。等你们起过来吃饭哦，对不对？各喝酒嘛，各喝酒。我站在午饭了。今天也叫上了我的朋友来这边一起帮忙，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大哥和大嫂在这边帮我们弄饭了。今天也算是他们正式的入住了这栋房子。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一栋非常干净、非常整洁的木房子，后面是偏房加的，这边呢就是厨房，很宽，里面有灶台、有火塘，还有浴室，还有基本上都有啊。这栋房子啊非常的好，里面的家具都是齐全的。房子的院子也是非常的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进村的马路，宽约3米左右，全部都是这个水泥路过来的。这边距离县城大约是12公里左右，距离附近的乡镇集市大约是3公里左右，很近的。整个村子呢挨着水边而建，底下就是清水江，对面河的对面就是保定县的地界，这边属于花园县。这里有一片桂花树，当然现在没有开花，主人家挺喜欢花花草草的。看这边都是摘的一些花，都已经开花了，还有柚子树，在外面还有盆景的。很可惜啊，主人家在吉首那边工作生活，所以这些盆景啊很久时间没有浇水，已经干枯了，非常的可惜。要不然那些三角梅啊开的花特别的漂亮的，之前我来过一次，那时候满院子都是开着5颜6色的花，非常的好看。这边有一条台阶路可以走到河边，喜欢钓鱼啊，这个地方非常的不错。而且这个院子里面都是用那种
竹子编织的围起来了。这边以后可以养点鸡，种点菜都是非常不错的。这边的台阶路可以直接到达河边，也是一个自行修的小码头。这边有些桃树。整个院子有接近80个平方左右，还是非常宽的。看，已经把这些椅子啊全部拿出来晒一下，上面的飞尘打扫一下。这栋房子呢是一栋典型的土家民居，3开间的木房子，中间堂屋，两边是卧室。两边的卧室都留的有窗户，上面呢也是用木板隔开了，人就住在1楼。后面呢是厨房，中间堂屋，在那边的偏房里面有猪圈，还有浴室，还有卫生间。再过去还有一栋木房子，那栋木房子现在也是可以对外出租的，也没有人住。上面盖的都是青色的瓦，这些我们当地也叫土瓦，大概3、4年左右检修一次就可以了。房子是非常齐整的，也是非常的干净，基本上打扫一下拎包入住。那这边呢，水电网都是通的。现在我们进入房子去看一下，这边就是堂屋了，打上了水泥地面，打扫一下就非常的干净。堂屋的旁边分别是2个卧室，我们先走左边吧。里面有一些家具，柜子、衣柜，地板也都是水泥地。在那边最方便的留的有扇小门，可以通往厕所那边。这边的窗户采光也是挺好的。楼顶是用那种木板铺的，当然这后面可以钉成那种 PVC 板，可能比较干净一些。这边有床，整个这个房间呢大概是20多个平方左右，也是挺好的。在墙上都装的有排插。那现在我们走到右手边的房间去看一看。这个房间也差不多大，上面用那种类似于彩布条的封了一层，防止这些飞啊往底下掉。这边也是衣柜，还有主人家的一些衣物之类的，也装的有排插，都是挺方便。但是这些墙壁啊，时间久还是有点颜色比较深，后期的话可以装修一下。这边装的有纱窗的，这边的墙壁有点透风，后期可能装修一下就比较好了。这边应该是主人家的一个主卧室，这些柜子啊可能都是结婚时候留下来的。那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栋房子的厨房，带你们去看一看啊。大哥，恭喜你们！欢迎你们来到湘西啊！这都是你的功劳。哎，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，以后大家都是朋友。石头是挺，服务是挺。没，这位就是贵州的大哥，那边就是嫂子，都很勤快。现在打扫卫生，待会儿呢要给我们煮个中饭吃，是吧？这边是一个灶台，还有桌椅板凳啊。这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农村的一个灶台啊，在这边炒菜很好吃的。你们家乡有这样的灶台吗？也有呀。也有哦。农村也有的。少了。哦，农村才有，城里面是没有的。这个灶台有3口锅，一般这边啊都是炒菜煮饭的，那边可以烧点水之类的。一般像在农村里面，到了冬天烧木材可能还方便一些哦，又可以烧火取暖。那我们再走过去看一下，这边就是火塘了。
到了冬天啊，在这边烤火很方便。到了冬至节之后啊，买点肉过来腌一下，在这边熏点腊肉，挺好的。那边都是一些木材，这边还有碗柜。再过去呢，就是通往厕所那边了。这边有一个杂物间，当然也可以改造成一个房间，都挺好的。这边留的有扇小门。我发现啊，房子里面的灯光啊，每到一个转角的地方都装的有灯，这一点非常的好。这边就是应该是浴室了，淋浴的，也是非常的宽。哎，这个厢房很宽啊，看都打上了水泥地面，这边还留的有扇门，往这边也可以出去的，可以堆放一些杂物。朋友们知道吧？这以前啊就是一个猪圈啊，以前养猪的。当然，如果大哥他们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买一头猪过来养。到了下半年的时候，长大了就可以杀猪过年了。好，那这栋房子的内部就为大家拍到这里。那我们现在走到院子，再来看旁边还有一栋木房子，现在也是没住人的，也是可以出租。这也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。以后呢，我抽个时间单独为大家来拍一期这栋房子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忙了，准备待会儿呢自己炒菜，在这边吃个饭。隔壁还有2个大叔叫过来一起吃饭了，菜已经炒好了，挺丰富的，有肉有豆腐有鱼，还有小白菜皮蛋凉拌黄瓜，挺不错的。看朋友们环境怎么样？这就是农家的生活啊。坐吧。没吃酒，搁酒里就多少路？你没吃酒，没吃酒，没到这个。这酒好了，给你们倒去。啊，好酒嘞。你不喝酒也不喝酒呀。这边本地的大叔啊，到了年纪都喜欢每餐都要喝点小酒。这些酒都是我们当地自己酿的，纯的包谷烧。